现在美国跟菲律宾在川普上任之后的第一场军演就在南海。没在开玩笑哦，轰炸机派了出来哦。川普之前说过哦，你敢弄台湾，我就轰炸机炸北京哦。真的会炸吗？不，当然会啊。为什么？他今天派的是个叫做 B1， 那 B1 我讲白了啊，它上面有搭载的最远程的 AGM-86，你知道那可以打到多久吗？打到1100公里外。对，所以它就是来真的嘛。而且包括我的僚机就一直在跟你宣告一件事情：我今天来到黄岩岛，黄岩岛是什么？你中国声称是你的主权的地方，也是菲律宾跟你吃的地方，就是你的事情我管定了。所以包括你看菲律宾现在也胆子也肥了，就直接把你所谓中国解放军所有来我近海的、来我的海域的，甚至穿越我西明多罗海峡的地方，我都把你拍下来，而且把你我们讲的公诸于世。他有底气了。对，那我就要问，底气在哪里？底气在于军力上的差距。为什么讲说军力上的差距？你今天中国还在用的是什么？我们讲的土法炼钢。也就是说呢，我所有的器材、飞机啊、船舰啊，每一个东西都要用人来操作嘛，对不对？美国跟你讲说，少来这一套，我全部都用 AI。我先讲第一件事情 ，Google 以前 Google 呢要介入到所谓的 AI 哦，它有一个很敏感的机敏的地带，也就是你看哦，这是 application we will not pursue， 我们不会把我们的 AI 应用在哪里。第一个叫做说对人造成伤害的武器上，武器我们不能用。监控系统呢，以及对于他国的监视，我们也不能用。但兆和，你知道现在2、3这2个最敏感的现在怎么样了吗？全部拿掉了，直接拿掉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要拿我的 AI 来监控你了。美国已经说得非常白了，我 Google AI 我就是拿来作为我军事上使用。第一招，第二招是你中国晶片我也把你掐死死，你也不要想用有 AI 的东西在任何军事上面了。对，你不能用，但是我要大用特用。怎么样个大用特用法？来哦，包括你看啊 ，responsibility AI， 它就直接跟你讲说，第一，我们会完全的介入到我们的 national security 国家安全的人工智慧，那国家安全的范围很广泛啊。在第二件事情，过去曾经有一个计划叫做 Project Maven， 那这个 Project Maven 是什么？一样也是我们讲的这种 Google 所提出来的，它就是对于战略标的的进行敌我区分呢，以及相关的精准打击。但这个东西原本当时 Google 工程师很多人都反对，他们就说，不行啊，我们 Google 不能去介入这种战争的事情啊。所以后来在美国呢，并没有使用。但你知道在哪里吗？在叙利亚、伊拉克，来85次空袭都使用到了这一套系统。你知道这个系统多可怕？来哦，他就比如说我给你一个空拍的地图，对不对？那透过 AI 我们来开始辨识，他就跟你讲说，黄色的是什么？黄色的标的呢，就是所谓的敌人所在的区域位置。蓝色是什么？蓝色就是我们讲的不可轰炸，比如说有学校、有医院的禁止炸的位置。那我就请问一下。派出攻击的是什么？可能是无人机，对不对？那全部的系统是用 AI 来操作，然后锁定锁敌的也都是 AI 操作。所以拜托啊，过去有一句话，我们讲说，人脑怎么可能比得上电脑？但现在全部的电脑跟你对干啊，很精准啊。对，来我讲，不是说只有电脑去做战略布局而已，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是至高我们讲层次的战略空间，但它现在不是哦，它连第一线的，比如说来。海马斯，中国最怕的呢？对啊，我们台湾是不是买到很多海马斯？很高兴，对不对？我跟你讲，未来你要更怕了，为什么？来，这台海马斯，你看它在跑，里面没有人，没人，来对没人啦，对啊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们之前不是说我们要推自己的 AI 公司吗？就真的来了，你看他就直接照我们讲驾驶舱给你看。弯转波浪，而且它会定点呢到我们讲该发射的地方自动的锁定落地，但是发射还是要人发射，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开玩笑，你给 AI 发射，真的，虽然上面坐一个人，但他完全不用控制任何的方向盘，他就自己到了之后，他还会自己升起。我现在只要在远端按一个钮，咻就出去了。对，我讲就军用版特斯拉嘛，我们不是特斯拉会从仓库跑到我们讲的储货洗山地吗？它现在是海马斯会跑到我应该要发射的地方，好不好？而且不只是这样，连黑鹰直升机来，直升机也你说车子我没什么意见，直升机也可以真的里面没人呢，所以它变成一台超大型无人机，真的是我们讲名副其实的无人机。而且这个黑鹰直升机呢，它可以干嘛？它可以进行所有的我们讲物资运送嘛，甚至人员运送嘛。你想想看哦，我原本可能要开一个人去驾着这个黑鹰直升机，飞官非常的我们讲珍贵，那可能要到很危险的地方，或者是我们的战火非常频繁的地方，那这个时候我要降落就非常大的问题。但未来不用怕，为什么？我直接派黑鹰去。因为黑鹰呢，虽然说呢它造价也不便宜，但它是可以折损的嘛。等于说我可以把原本一些非常危险的任务呢，甚至是我们讲这种紧急救援的任务，都交给这台黑鹰直升机去嘛。所以你想想看，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这个战争要怎么打？而且美国不是只有跟你讲菲律宾那种花拳绣腿，跟你开玩笑，跟你玩真的。
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到地狱景象，一直在讲到复制者计划，结果美国真的来了，为什么？真的来太平洋司令第7舰队嘛，他就跟你讲说，我们要在部署在日本，部署在日本呢，我要部署什么？第一个XQ58叫做女武神无人机，照合啊，这个女武神无人机最可怕的是什么？它是母机，也就是说我母机上面可以带一堆僚机，比如说带弹簧刀。对啊，那我等于说我是这个我们讲空中的无人机队了。对，无人机队，而且可以发动攻击。再来，他跟你讲说我要带 V-band。V-band 你知道什么吗？它可以垂直起降，连台湾人都想要的要命，想说我们也要买这个东西。垂直起降它有一个好处，它的发射地点不限制。但我请问一下，在船舰上可不可以发射 V-band？当然也可以啊。而且再来第二个 V-band 它有什么特性？靠电站功能非常强，它可以抗这种电磁干扰。所以中国它一直在普遍的研发这种我们讲电磁干扰战、电控战，因为乌俄战争普遍的验证过。还有什么？水下，我们讲这种水上的这种无人的这种水面舰，所以你想想看哦，美国现在已经是要把这些系统完整的配合去跟所谓的日本来进行所谓的无人机计划，也就是所谓的复制者计划，做完美的结合。他完全把它灌在第7舰队上面，就是剑指中国。对，因为我就是负责印太的嘛，不然你要怎样呢？那我这边日本如果说这些东西都已经到位了，对不对？那未来他还要部署在哪里？在台湾、在菲律宾、在吕宋岛，在整个第一岛链，他都要把这些无人机完美部署，而到时候地狱景象就等着中国来去体会这样的地狱。来，体会现在第一站真的会是在南海嘛？我们刚看到了，包括美国空军 B1 战斗机跟它的这个僚机，非国公军的 FA-50轻攻击机，现在都出现在南海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讯号。第二个讯号，哇，我们一调资料才发现，航母也出现了，卡尔文森号也出现在南海这个地方。现在航母好跟这个战斗机、轰炸机全部都出现了。第三个讯号是什么？现在菲律宾的立法者投票弹劾副总统，争端升级。这副总统是什么？是亲中的副总统，现在完全清洗。第一站就在这。对，你知道菲律宾内部的政治闹了半年了，闹了半年是什么？就是现任总统小马可仕他是亲美派的，对，而副总统呢，莎拉杜特地，杜特地的女儿，她是亲中派的。现在终于美国出手了，你知道，在菲律宾内部来讲的话，众议院已经通过弹劾案，要把这个莎拉杜特地把它弹劾掉了，而且现在已经高达306票当中的215票是支持的哦。而且如果说今天送到参议院的话，只要过2/3，杜特地的女儿基本上就不能再担任副总统了，直接把他砍杀掉了。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提到了中国内部政治在乱，但是菲律宾内部来讲的话，在美国出手情况之下，亲美派的占上风，他完全清理中。对，清理战场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你知道去年11月8号的时候，杜特地总统签署了这个菲律宾的海域双法。这时候呢，中国做了一件动作，他在黄岩岛竟然公布领海基线了。你知道，只要公布领海基线，黄岩岛上空就是所谓的领空。对，现在美国派出的 B1B 这2架，基本上就是要去黄岩岛上空的，就是要去挑衅的。那你觉得中共不会有反应吗？你设了一个基线，我就是飞给你看。是，现在中共他也要演习，也在黄岩岛的上空来进行演习，来驱逐美国的这些军舰了。那你这个 B1B 一出动，各位知道 B1B 它是什么？战略长程的这个轰炸机，它目的就是空对地的这样的轰炸机。你知道，只要 B1B 一出现的话，基本上2架旁边至少要有6架的僚机。什么是僚机呢？就是维护它的这样的一个执行任务。对，而且呢，通常 B1B 一出现的时候，它的后方一定有大部队出现。什么叫大部队？你们看到卡尔文森号就在下面，就是航母。卡尔文森号就在南海正在进行待命了。什么意思呢？今天来讲的话，中国你竟然也在演习，而且中国这2天也是派了军舰穿过菲律宾的这个群岛水域哦，直接从菲律宾的肚子这样给它穿过去。那这时候菲律宾也是非常气愤啊，你中国军舰竟然干这种事情，然后中共又说要在黄岩岛进行演习，然后接下来川普上任之后，第一场的这个军演就在黄岩岛这个上空，所以这里随时都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哦。所以第一站真的会在这里。那你知道这个 B1B 在干嘛？它其实只要丢下去来讲的话，不好意思了，中国你在南海，所以你觉得会丢？你觉得会丢？你在岛礁上面所见，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川普第1任后期的时候，就认为川普可能会对南沙岛礁动手啊。但是那时候基本上大家都是尽量不要把情势升高。但是现在看起来，中国，你除了这个关税的问题之外，你除了这个经济问题，还有你盗取美国多少的这个 AI 的相关的东西的时候，这时候川普孰可忍孰不可忍？现在倾诉了这个菲律宾内部的亲中派之后，接下来在南海地区来讲的话，可能中美不免可能爆发一场冲突。所以廷慧，你认为是说，在这个岛礁上面？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或许还没有丢，这一次被丢的几率非常高，而且是直接轰，直接跟中国讲说，你在说是你的领土，我可是不会承认哦。你看这一次川普上来之后，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啊。
巴拿马运河，然后叫什么那个亲中派的这个等于“一带一路”来讲的话，全部都肃听掉。现在巴拿马不是要退出“一带一路”吗？这个川普又要格陵兰，然后现在来讲的话又要加萨走廊，然后现在来讲的话，在菲律宾来讲又跟菲律宾来进行这个军事演习，而且大家都在看得清楚，就是说菲律宾到底有没有那个底气跟中国对抗？显然现在中国内部一团乱的情况之下，川普刚好运用这个机会来对付中国。镜片我们刚刚提到了，刚刚印太真的不平静，但现在呢，更大的冲突点恐怕第一站是在南海哦。这是美国空军的 B-1 战略战斗机跟非国空军的 FA-50轻攻击机，现在是川普上任之后第一次美国跟菲律宾的军演，特别重要。中国有没有反制？有反制，但显得非常的薄弱。人家之前川普有说，你今天敢动台湾的话，我现在直接要用轰炸机去轰北京。可能有危险哦，在南海这个地方岌岌可危。当兵临城下的时候，习近平现在还在内忧外患，不知道怎么办吗？没错，面对外部的这个兵临城下的局面，他现在内部可能摆不平啊。为什么？因为他在军中解放军内部的这个军权是不是抓得不稳了？然后军中的这个地位和影响力是不是开始消退了？岌岌可危了。对，所以内部可能都先搞不定，你如何去面对外部的威胁？先讲啊，在过年之前1月17号，中央军委在这个北京办了一场这个有关于这个新春啊。慰问在京，就是在北京的这个军队的老干部他们一个新春文艺联欢会，所以你看到画面上是央视公布的一些画面，曝光的画面。那只有拍到习近平一开始进场的时候就开始跟大家握手。那你可以看到他是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那后面当然是中央军委的这个副主席啦，张又侠、何卫东啊都在那后面，还有几个副主席，全部都是中央军委的高层。那看到他跟老干部的握手之后，然后一群老干部在那边拍手鼓掌欢迎他的画面。之后，整段这个中央的这个中央电视台公布的新闻画面，罕见的，以前我跟你讲啊，以前看中国大陆央视播出的这些画面，你几乎只会看到习近平一个人特写的镜头，对，然后你几乎只会看到习近平一个人坐在那边看这个表演的画面。可是这一次，除了我刚刚讲，你们都跟我一样看到进场他在握手的画面之后呢，只有一个画面，大概闪过2-3秒。拍到习近平坐在这个一堆中央军委副主席高层的这个中间的画面之后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有猫腻。第一个是他的画面非常少，第二个是每次都坐在第一排，现在旁边一大堆人，也难怪这个报道直接讲习近平在重要军事晚会上的光环消退了。当然，要被斗吗？这个是日经的研究员钟泽科长期观察中共高层内部的整个情势和动态，他就分析说，是不是习近平在中央军委的影响力跟他的这个地位都受到影响？那不只是在之前，我们在去年那个年底都有谈到，习近平的这个中共的这个中央军委，他的政治部的这个主任苗华是他的亲信，也是中央军委的这个委员。后来他倒台被抓了之后，被调查了之后呢？那是不是从那个事情开始，影响力就开始慢慢的这个下滑？所以，因为他没人了嘛，中央军委里面都没有，只剩下这个张又侠、何卫东他们的这个权力又上来了吗？你要注意哦，张又侠的权力地位上来的时候，是不是象征习近平的这个地位就往下掉？而且现在我觉得最夸张是什么？太子党也蠢蠢欲动。你刚刚提到那个张又侠，也是太子党。现在太子党有关的，习近平只要听到一些风声鹤唳，我先查，你们不要威胁到我的位置哦。那当然。现在太子党传出来有一些被接受这个习近平他的一些纪检，中共纪检单位的调查，如果没有习近平授意的话，中共纪检敢去调查这些权贵吗？对，首当其冲的就是一直被提到的这几年一直提到的中共的贾庆林。贾庆林是谁呢？他在江泽民任内是很重要的全国政协主席，也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常委之一，算是江派的一个核心人物啊。2000年发生的这个厦门远华案，牵涉的官员和商人甚广，但是他却没事，被江泽民力保，不但进了北京，还入了场，最后还接了这个政协主席。那你要知道，最近有人就讲说，习近平跟贾庆林什么关系？他妈吉呢？不止妈吉，他是他的贵人啊！贵人啦！当时贾庆林在1985年那既然是贵人，怎么还会被查呢？你要知道，既然是贵人，但是为什么还会？因为以前他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贾庆林的这个女婿李伯潭跟这个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他们在里面搞太子党的。以前他们有一个这个茅台文化研究会，在北京成立。踩到习近平红线。那茅台会以前习近平曾经很大怒，当这个会后来这个会已经摘牌了。2009年成立的时候，马云还是那时候的这个名誉会长嘞。习近平就曾经在公开这个内部的会议公开直接彪骂说：“你们这些人啊，不是死在饭桌上，就是死在床上。”
所以他多痛恨这些太子党跟权贵的人，在那边利用他们的势力跟人脉去赚钱，包括后来。记不记得4年前，2020年11月底的时候，曾经传出来这个蚂蚁集团要 IPO 要上市，对，被中共给挡下来。为什么？蚂蚁集团幕后的这个筹资 IPO 的策划者就是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就是太子党。对，他的这个成立了北京金管，要去做这个私募基金啊，要去募资。那私募基金里面有一个隐藏的大股东，就是他李伯潭。他透过他的这个几个投资公司啊，要包括转投资、上海重富这些公司啊，就去操控这个私募基金，然后还有包括想要用这个蚂蚁集团 IPO 上市。后来那时候习近平就非常的这个火大，当时他还曾经在内部会议提到说，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就在讲这些权贵啊，总是会惹出这么多的腐败的事情，是不是背后有后台？所以当他开始把矛头对准这个贾庆林，有人就讲说，你是不是恩将仇报？因为习近平可以从当时在福建1985年到1996年，甚至1999年这10几年，趁贾庆林在掌这个，因为福建王当时号称这个福建皇帝贾庆林，他可以从这个宁德地区的市委书记到福州市的这个市委书记，然后一路这个到福建省的常委副书记入常，然后最后到2000年以后可以接福建省省长。不是贾庆林的提拔，你能有今天吗？可是当习近平现在权位不稳的时候，太子党又在他们后面扯后腿，习近平已经不爽到了极点，他当然只好找这些人开刀，也难怪人家会说你恩将仇报。那这个时候出现这种状况，也难怪习近平现在内忧外患不断，他可能这个讨卡莫得修了。